We need your help. How bad is it? Now you can help us do the impossible.《我是瓜皮儿》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与神速力达成合作的白瑞四处寻找其他原力，期间白瑞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儿，而后面找到豪利女亚历克萨时佐证了他的猜想。起初神速力是以被追杀者的样子出现在了实验室，见到亚历克萨时来了个川剧变脸，利用白瑞救妻的本性当场将亚历克萨斩杀，这违背了白瑞守护生命的初衷。面对他们夫妻的质疑，神速力说出了真相。当白瑞借助艾瑞斯残留的神速力重获速度时，他们二人就无意间创造了其他存在：力量力、贤者力、静止力。这三大原力和他们夫妇有着某种羁绊，像是寄生物与宿主，又像是孩子跟父母。他们因为他们而诞生。这三大原力选定了使用者，对神速力来说很不乐观，所以他选择斩草除根。而且使用者们很不稳定，会伤害到任何一个无辜之人。神速力希望白瑞能帮自己除掉他们，可白瑞断然拒绝。闪电侠有着自己的原则，神速力只能放弃。他告诉白瑞自己会杀掉所有原力，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的决定是正确的。亚历克萨的死让众人难以相信，往日的神速力都是永远站在白瑞身后的护盾。这件事上，白瑞和艾瑞斯也有了分歧。白瑞认为神速力利用自己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人类，自然不讲人性，而艾瑞斯觉得神速力有时候很真实，真实的像个人类。为了印证神速力那句话的可信度，实验室调出了几周前的卫星讯号，他们果然看到了熟悉的同位素，这证明三大原力的确是因为白瑞、艾瑞斯而生。希斯科把这些事告诉了卡米拉，希望他注意安全，却得知卡米拉将会去洛杉矶发展实验。他想过带上希斯科一起离开，碍于男朋友是闪电侠小队的元老，就放弃了打算。为了暖场，希斯科拿出了一台同位素扫描仪，能够捕捉到包括神速力的四大原力。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，随后连忙回到了实验室。一夜的考虑，白瑞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准备回到过去，阻止原力的诞生。说起时间穿越，希斯科不自觉地想到了闪电，时间旅行就会影响到时间线，抹除其他原力的存在。白瑞这么做也不相当于在杀生吗？艾瑞斯又一次跟丈夫起了争执，就算成功抹除了他们，使用者也能恢复正常，那谁能保证这样就不会对神速力造成伤害？神速力的命也是命。 The right thing to do would be trying to get through to Nora. We tried talking to her. All Nora did was double down. 白瑞让他哑口无言，官方自嘲最为致命。这一次，艾瑞斯不再帮助白瑞，他回到了报社，集结了卡米拉和阿莱格纳。艾瑞斯想去找神速力试试 talk 能不能行，而怎么找到神速力呢？就靠卡米拉手上的扫描仪。实验室里，众人商量着计策。三大原力诞生于神速力粒子，只要想办法在过去收集这些粒子，那它们将不复存在。这就要用到对抗镜像大师的那台超光子加速器。当初用这东西吸收了伊娃的暗物质，加以改造，同样可以吸收粒子，从而依靠脉冲彻底抹除它们。那么到了这儿，他们还差最关键的一步，如何做到穿越到过去且不影响时间线？白瑞回到了21年前的星城海滩，威尔斯正无限循环着和妻子泰斯的甜蜜。We need your help. How bad is it? Now you can help us do the impossible. 他的回归让闪电侠小队增加了至少50%胜算，也让世界上少了一块被食用的屏幕啊！如今的威尔斯是由多元宇宙粒子组成，有了它，必能在穿越的同时保证时间线的走向。而当时神速力重生时，威尔斯是在场的，只要能引导当初的威尔斯希望现在的威尔斯回去，那时间线将不会被改变。这样一来，不仅用不到神速力穿越，还能保证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。总而言之，威尔斯就是个 bug。他粒子化之后，才拥有了重新见到妻子的机会。抓住机会这个问题，威尔斯比任何人都擅长。很快，加速器就改造完毕，就等白瑞和威尔斯的时间旅行。然而此时，静止力使用者迪恩来到了实验室，他感应到了某种东西，吸引他找到了这里。见状，切斯特把加速器核心藏在了兜里，迪恩拽得跟个258万似的，这让他跟白瑞有点剑拔弩张。为了避免争斗，切斯特解释说，白瑞是实验室的主人，威尔斯是白瑞的表亲，可这并不影响普自信的迪恩。他暂停了时间，认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中，但白瑞并没有受到影响。你很屌啊，我一会儿就穿越过去，把你的能力抹除。迪恩持续装备，丝毫不把白瑞放在眼里，更是放出狠话，称自己就是上帝，随即将白瑞暂停，毁掉了加速器。
大家回过神来已经晚了，唯一的设备成了废铁，这让白瑞更加坚固了要抹除他们的想法。一筹莫展时，切斯特从兜里掏出了核心，只要这个东西没被毁都好说。欢呼的众人注意到了沉默的希斯科，他忽然有些同情迪恩。白瑞把事情的利弊又说了一次，且不提神速力与三大原力的战争，光是三大原力的使用者就是一种威胁，他们的能力足以毁掉一切，如果再加上与神速力大战，那都无法想象这个世界能否承受。与希斯科他们不同，白瑞做出任何决定，威尔斯都愿意帮助，前提是这个决定能否对得起白瑞的良心。实验室陷入了死寂，城市里记者组四处寻找神速力的下落，神速力何其存在呀？他们三个走地怪又怎么能找得到呢？这时艾瑞斯转变了想法，他一直认为神速力拥有人性，而他幻化成了白瑞母亲的模样，那就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他一切开始的地方。来到了白瑞家的旧址，这里荒废了太久，他们遭遇灵能客堵截，纷纷陷入了恐惧的幻想。由于相互有着联系，灵能客清楚感受得到艾瑞斯的来意。既然你那么想见神速力，那孩儿就助你一臂之力。幻想中，艾瑞斯见到了神速力，这阴间画面让他愣在原地。神速力质疑他有什么资格和自己斗？你没有经历产下诺拉的过程，又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当一个好母亲？这层幻象并没有困住艾瑞斯，他们之间的联系让他回到了现实。相比其他人的一位 talk， 乔总能道破关键。他首先质问白瑞，您认为这三大原力值不值得被拯救？就像当初他第一次见到沃利，那孩子喜欢招惹是非，既叛逆又暴躁。有那么些时候，乔想过放弃这个儿子，但身为父亲他不能这么做，于是乔一次又一次接近，失败也没放弃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把沃利带上了正轨。原力同样如此，他们因白瑞而生，白瑞就相当于是父亲。乔希望儿子能去帮助他们，不能用过去来定义未来。别忘了，你是爱之楷模呀。新的加速器很快就完成了，希斯科也撇去执念赶了过来，他总不能丢下白瑞不管吧？众人重新捋了一遍计划。随着威尔斯的发力，他和白瑞眨眼回到了17天前。当时艾瑞斯正在往聚变球里灌输残留。各位还记得神速力重生时，威尔斯颇有深意的忘了角落吗？是的，他看到了穿越而来的自己，仅是一个对视就护明心意。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，他们静等神速力的重生，直到闪电突破天际，二人来到天台，目睹着一切的发生。白瑞只需要走进闪电，收集粒子，通过威尔斯设下的屏障保住时间线，这一切将彻底结束。回头望了一眼威尔斯，白瑞踏进了闪电。粒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吸收着，同时影响到了身处各地的三大原力灵能客、迪恩、豪利女，他们无一例外都逐渐消失。白瑞收集完毕，走出闪电，可他们发现天空中的原力依然没有消失。威尔斯猜出了一种结果，被抹除的原力也许去了其他地方，而现在空中的原力是全新诞生的，似乎这场任务注定无法完成。他回想起了乔的那句话，不能用过去定义未来，那原力因自己而诞生，自己又何必去抹除它们？想到这儿，白瑞撤下核心，将其彻底摔碎，粒子回到了该去的地方，三大原力也归于正常。这便是白瑞的决定，他是闪电侠，他做不出夺走生命的事儿。互相经历这么一出，白瑞和艾瑞斯都理解了对方，他们打算一起改变原力，让他们步入正轨。此时嗝屁的亚历克萨发出了异动，这让白瑞他们生出了复活他的想法。如果能让原力诞生一次，为什么不能诞生第二次？一波操作下来，亚历克萨垂死惊坐起。当这一切尘埃落定，威尔斯也该回到21年前，继续循环那段浪漫的生活。他告诉希斯科，一个人最重要的追寻自己的内心，你教会了我们很多，胜过我们给予你的。说完，他化作粒子离开了。这番话给了希斯科下定决心的勇气，他要离开小队，和爱人寻一份宁静。恢复正常的迪恩依然拽得跟258万似的，神速力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，还在持续装备，下场可想而知。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啊！威尔斯的确登场了，少吃了一块屏幕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和希斯科的离开。也别怪观众调侃，没了他们，后边怕就只剩下talk了。而接下来闪电侠家族的登场，一集可能还不够他们说话呢。突然怀念起了绿箭，最近翻看了很多外媒消息，希斯科彻底离开，会单独拿出一集来讲述。这一集可能是12集的核心，将围绕着白瑞、希斯科、凯瑟琳展开。梦回第一季啊，兄弟们！
而 XS 那个被调侃毁了第5季的诺拉也必将回归了，而且是一口气回归很多集。就问你难不难受？最期待的就是后期登场的老杰以及司机下迪哥，不提了，威尔斯永远的神呐！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